你把银行错转的8000万一口气全买了烂尾楼，只因你向银行申请8000元的贷款被连续拒绝365次后，你坐在银行门口思考人生。一年不会看到365次日出，但是银行会给你365次拒绝。手机突然收到了银行错转的8000万到账短信，短信上还显示打款方是市政工程。经常公款私用的观众老爷们都知道，这种钱绝对不能动。喂，110吗？一旦私自挪用，就要承担刑责。就在你满心纠结之际，脑海里突然觉醒了欠债不还系统，1个月内每欠1万元就能兑换一点系统积分。看着系统商城里随便一样都能改写人生的顶尖技术，你彻底动了心。1个月欠8000万就能到手8000积分，1年就是96000积分。就算真的要坐几年牢，也能换来几十万积分。只要能保住这笔钱，就等于握住了一只会下金蛋的坤坤。就算真的坐牢了，也能拿系统里的黑科技兑换减刑，甚至直接歪嘴龙王出狱，坐牢几年直接满级出山，成就全球科技霸权。你立刻开始思索要怎么留下这笔钱，怎么才能快速把8000万花出去，还不被银行轻易追回。直接转账不行，正常消费也不行，都太容易被追诉。买车买房流程太长，手续办完之前，银行照样能把钱冻结追回。突然你眼前一亮，买烂尾楼。那些烂尾楼的开发商本就负债累累，被各路债主逼得走投无路，这笔钱到了他们手里，不出5分钟就会被拆分抵债。银行想从一堆债主手里把钱追回来，几乎是天方夜谭。更重要的是，开发商拿到钱平了账，说不定会继续贷款把楼盘盖完。如果项目能复工，你不仅不会亏，反而还能小赚一笔。就算开发商最后还是跑路了，你也已经赚到了系统积分，根本不亏。大不了最后坐牢，或是日后再偿还这8000万。今天是21号，只要拖过9天，8000积分就能稳稳到手。哥哥，我只是摔倒了，不是在乞讨啊。那大哥哥，你这么一直坐在地上不脏吗？哥哥，我只是腿坐麻了。打定主意，你立刻查了本地最近的烂尾楼项目，拿出手机拨通了对应售楼处的电话。喂，您好。我要买房。抱歉先生，您说什么？我认为你们老板能挺过去。我要买房，还要多买几套。你们现在的房价应该很低吧？你问问你们老板。先生，您稍等，我稍后联系您。女售楼员冲到老板的办公室门前，门都不敲，直接冲开喊道：“老板，有人打电话来要买我们的楼。”什么？看中咱们楼盘能升值？你在跟我开玩笑？升个你个大头鬼啊！老子马上都要空中飞人了。是真的，王总，对方说要多买几套，还问咱们现在的价格。你把号码给我。冤大头我见多了，主动凑上来送的冤大头我还真没见过，这人比49年入国军还离谱。没过多久，你的手机就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你接起电话，喂，是你要买房子？是我想知道恒雅蓝轩现在的房价。你确定你不是来搞什么事儿的？实话跟你说，如果你是想从我这里套什么消息，我直接告诉你，现在银行有一笔3个亿的贷款马上到期，我能借的都借了，手里的钱根本凑不够还款，我已经准备把项目出手了。你如果是业主，也不用担心房子烂尾，云海集团会收购恒雅蓝轩。但到时候你们80%得给新公司再付一笔补充费，房子才会继续盖。云海集团，你眉头微挑，早就听说云海集团旗下一脉有意进军地产行业，没想到是真的，还用这种下套的手段。你歪嘴邪笑，顿时来了兴致。王老板，就这情况，你甘心？甘心？我甘心他麻辣灭哉！他们给老子下套，可我他妈没办法。老弟，就算你打这个电话来，我也无能为力。不过你放心，我老王做生意一向讲诚信，以前开发的房子口碑都很好，你可以随便去打听。你是业主对吧？等以后我老王记着这事儿，等2年你们给云海补了多少钱，我全退给你们。你暗自诧异，没想到这开发商还挺有良心。来我这里吧，我这里有笔钱买房子，我是认真的，这笔钱或许能帮到你。就算买10套房子又有什么用？跟你说实话，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我有8000万。什么？8000万？你认真的？如果你真有8000万，我直接卖你一栋楼，11层，2个单元，44套房子，附赠车位和储藏室。但有一点我得提前说，这件事不是钱的事儿，是会得罪人的事儿。你倒吸一口凉气，这简直是跳楼价。就算小区位置有些偏，但未来发展可期。当初别人买的时候，一套就要260万，现在折算下来一套不到182万，还送车位和储藏室，相当于直接打了6折。至于得罪人，你根本不在乎。我只有2个问题：第一，雍城银行你有没有关系？我要现在就大额转账，立刻到账的那种。那笔贷款就是雍城银行总行下的，他们现在催得紧，就算是半夜，他们也愿意帮忙开通权限。第二，这笔钱如果被银行追回，你能不能保得住？王耀祖当场愣住半晌才回过神。老弟，你这钱是赃款，脏不脏对你来说重要吗？也是8000万，行，我来解决。什么时候交易？现在，立刻。我才试装，
你来晚1分钟就多1分风险。你把地址告知王耀祖，随即挂断了电话。15分钟后，敲门声响起。你打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身形微胖的中年男人，身后还跟着2个人，看样子是怕被骗，特意带了保镖。你将银行卡递给面前的王耀祖。王老板，接下来看你的了，交给我。他先是验证了卡内的余额，随即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喂，刘老哥呀，是我，肯定是好事儿，这不弄到钱了，马上就还贷款，半个小时就能到账。还有个事儿，求你帮个忙，我一个弟弟给我转钱，涉及大额转账，你得帮我开个临时权限。谢谢谢谢，回头请你喝酒。电话挂断，王耀祖冲你微微点头，随即又接连拨打了好几个电话。强子，欠你公司的钱，等会儿我就转给你，但是你得再借我点儿。放心，我找到门路了，这次肯定能挺过去。一连串电话打完，你的手机也收到了银行的短信，临时大额汇款功能已生效。他本还以为你这笔钱要么是挪用的公款，要么是境外来路不明的黑钱。这种钱就算有纠纷，官司他硬拖着不还，对方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可他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银行错转的钱，还是本地地方银行的市政专项管诈了呀！他忽然后背发凉，瞬间悔意上头。省里的老刘肯定也跑不掉，所有人都得跟着完犊子。往好的地方，你落水了，银行里你找的人也跟着落水，市政的钱不见了，银行急着追款，可钱呢？你也没钱还啊！所以啊，银行只能继续贷款给你，让你把楼盘盖完。只有房子盖起来卖出去了，才能回款，才能填上这个窟窿。到时候大家都好，都能活下来。烂尾楼盘活了，你度过了危机。云海集团再想对你动手，也得先看看你背后站着什么人，那可是银行、市政，还有等着交房的一众业主，这才是最稳的护身符。等你把房子建起来开售，我这栋楼的价格起码得翻倍，银行不但能追回本金，还能靠着放贷大赚一笔。这种稳赚不赔的买，他们会不做？就算他们不做，总有人愿意拿这8000亿换1年后的1个半亿，是吗？我未必会坐牢，我们所有人都有光明的未来。回去的路上，王耀祖坐在奔驰的后座，越想越觉得你这个人深不可测。不得了啊，真是不得了！就这么个年轻人，就因为银行打错了一笔款，居然能布下这么大的局，还能从绝境里一声声从中取利，太了不得了！老板，有那么厉害吗？比你想的还要厉害得多。今天的事情暂时不要对外说出去，知道吗？是，老板。一栋带着中式风格、略显老旧的独门小院，陆望舒操作着手机，情绪从自信满满到惊慌失措，前后只用了不到1分钟。怎么了？着急忙慌的，有什么事儿不能等吃了饭再说？一个腰间系着围裙的中年男子轻声开口，手里还端着2盘刚出锅的菜，语气里带着几分责怪。平日里总说我忙不陪你，今天好不容易回趟家，特意早早给你做了俩菜，你就这么对待我？陆望舒脸色煞白，声音都带着颤音。我搞砸了，有一笔款打错了，8000万。中年男子眉头微微一蹙，随即又恢复了平静，风轻云淡，波澜不惊的开口：记住教训，做事要认真，钱凭空消失不了，追回来不就行？你也不用担心，要是被批评了就受着，只当是长长教训；要是被开除了，就换个工作也无所谓。万事不要急，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要谋而后动，三思而行。哎呀，知道了，天天就知道说教，我走了。另一边，你的手机震动声接连不断响起，看着屏幕上的陌生号码，按下接听键，点开了免提。喂，我是陈阳。陈阳先生您好，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2个小时前打错了一笔汇款，刚刚才查到那钱转到您的账户上了，请问您把这笔钱用来做什么了？陈阳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愧疚，看着姑娘的状态，怕是这份工作都要保不住了。我买了烂尾房，恒雅蓝轩的房子，开发商没钱继续盖楼，我干脆用这8000全买了他家的房子，这样他就有钱盖楼了。你放心，等房子盖好了我就卖掉，拿到钱就还给你们。电话那头的女孩直接听傻了，声音都带上了哭腔。别开玩笑了，烂尾楼你也买，万一人家不盖了怎么办？不盖了不还有你们吗？你们银行8000万都出了，那就再出点，当个接盘侠呗。等楼盖好了，一样能赚钱。我们只做金融业务，不做资产开发的。而这时，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一阵杂乱的声响，紧接着接听电话的人就换了。喂，你好，我是雍城分行的行长赵建国，我警告你，这一笔钱是银行错转的，你私自挪用属于非法所得，是要坐牢的。那你们来抓我呀！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去坐牢了。我住在文化街梧桐巷6单元6楼，直接报警吧。你是铁了心要当老赖是吧？别激动，激动解决不了问题，好好想想，想不通就直接报警吧。对方根本没领会你话里的深意，你也懒得再多说，直接挂断了电话。嚣张太嚣张了！丰城分行的会议室里，一众银行高层神情各异，只有那个带着绵柔口音的年轻女孩失神地坐在椅子上。行长，现在怎么办？报警吗？等等。赵行长坐在主位上，眉头紧锁，思索片刻，忽然开口：对了，查一下这个普通人，正常情况下个人大额转账根本转不了这么多钱，肯定有人帮他，难道有内鬼？还有，立刻去查王耀族的账户，看看那笔钱到底流向了哪里，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这件事肯定瞒不住。只要我们能拿出说法，把钱追回来，上面也不会过多计较。别看涉及的钱款金额大，说到底本质上只是一笔打错账户的失误。有内鬼！话音落下，众人脸色微变，一句有内鬼瞬间让现场气氛紧绷起来。几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坐在角落的陆望舒，陆望舒的脸色瞬间煞白。他只是单纯的工作失误打错了款，可要是被扣上内鬼的名头，那可就成了挪用公款的共犯了。可此时根本没人在意他的神色变化。赵行长猛地一拍桌子：开始吧，各位！没过多久，一沓厚厚的调查资料就摆在了赵行长面前。他看着资料上的内容，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围在周围的众人同样如此，全都满脸难以置信。这人钱到账不到
20分钟就全额转走了，形势太果断了。行长，王耀祖的账户在钱款到账后不到1分钟就把钱拆分转到了8个账户里，全都是对空公司账户，其中2家还不是本地小企业，有省城的公司，也有咱们雍城本地的企业。我们打电话核实过了，对方都说是王耀祖偿还的欠款。行长，根据我们对王耀祖及其公司账户的全面调查，发现那8家收款公司在短短几分钟内又以借款的名义给王耀祖的公司账户回款，合计8000万整。还有更离谱的，行长，王耀祖的公司账户在收到这笔回款后不到3分钟，就以偿还银行贷款的名义把钱全额汇到了总行，负责这笔贷款的正是总行的刘副行长。查到了，行长。根据总行那边的回信，陈阳的账户临时开通的大额转账权限，刘副行长亲自打电话委托总行的同事办理的。内鬼是刘副行长。众人闻言纷纷面露不可思议的神色，赵建国整个人都懵了，他万万没想到所谓的内鬼竟然在总行高层。他慌忙拿出手机，立刻拨通了刘副行长的电话。喂，老领导，您犯事儿了。真的，我没骗您，也没召您出大事儿。那笔8000万的大额转账权限是您给开的对吧？好，我等您电话。挂断电话，赵建国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只觉得头晕目眩。我们这次竟然牵扯出了这么多人，连总行的副行长都卷了进来。东城是东江省的省会城市，而涉事银行的总行与雍城分行均设立在雍城。总行副行长办公室内，刘副行正气急败坏地拨通电话，这桩突如其来的烂事差点把他气出脑梗。王八蛋，你到底在搞什么？赃款你也敢让我帮你开通大额转账权限？你是疯了是吧？是我疯了吗？刘老哥，这是我唯一的活路，你觉得我会拿这种事发疯吗？刘副行长瞬间沉默，只觉得头疼欲裂，他这是实打实遇上亡命徒了。这事儿和我无关，当初不批你贷款，甚至强硬催你还款的是另一个姓周的副行长干的，跟我没关系。我不管是谁干，现在咱们全掉坑里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活个屁！就这件事儿，只要爆出去，我就彻底完了，你知道吗？不，你还有活路。紧接着，王耀祖把陈阳之前出的主意在电话里原本跟刘副行长复述了一遍。所以你懂了吗？你现在已经落水了，根本没得选。而且你换个思路，这一栋楼只要盖起来，市值能到15个亿。这笔项目放银行手里，你是立大功；放个人手里，1年后纯赚7000万。怎么选？全看你。只要这件事平稳过去，我没事，你也没事，东城分行没事，所有人都没事，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其实用8000万卖掉一整栋楼，王耀祖心里万般不舍，可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云海集团在本地的势力太大，没人愿意为了他得罪对方，能先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如果不是陈阳这个意外出现，他的结局早就已经注定。刘副行长听完这番话，彻底沉默了下来。若是放在以前，他绝对不愿意趟这趟浑水，哪怕有几千万的利润摆在眼前，他也不会拿自己的前途去赌，更不会因此得罪云海集团。对方毕竟是雍城当地的支柱企业之一，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已经被拖下了水，唯一的自救办法就是把事情闹大，更多更有分量的人一起入局。现在的他，就算倒贴钱，也必须先保住自己。那小子愿意转手这份购房合同吗？那可是7000万的利润，你们总不能全赚了，一点汤水都不分吧？王耀祖一听这话，就知道对方已经彻底妥协了，当即笑了起来。毕竟他也不用坐牢了，不是？没有你们这边发力，这笔钱也赚不到手，价格和条件都可以谈，少赚点没关系，或者问问人家有什么别的条件，都好商量。可一提到云海集团，刘副行长又瞬间愁眉苦脸。云海集团在咱们省的地位，你不会不知道吧？人家动手指，你都差点落得个破产清算的下场，这个压力我根本扛不住，我必须得保证有足够的利润，能拉更多人下水。扛不住也得扛，妈的，我豁出去了！刘副行长猛地一拍桌子，低吼出声。到了我这个位置，他们还能直接把我辞退了不成？我他妈上面也有人，这世上总有顶得住压力又眼馋这笔利润的人。之前申请的贷款我批了，这事儿办完就到账，后面就看你的了。放心，雍城这地界我也有几分能耐。云海集团谋划了这么培养起来的人脉和势头，这次全得耗光。跨行如跨山，一个靠矿泉水起家的企业，不乱插手房地产行业，他们在这行里又能有几分道行？就这样吧。他直接挂断了电话，深吸一口气，神色郑重的再次拿起手机拨通了新的号码。镜头切回雍城分行，赵建国刚挂断电话，长长的松了口气，抬头看向办公室里的众人。此时，所有人都紧紧盯着赵建国，等着他给出最终的结果。事情有定论了，明天一早会有人过来，到时候我陪着过去看看，对咱们分行应该没什么影响。你们都先回去休息吧，下班了。太好了，终于结束了。众人齐齐松了口气，纷纷起身收拾东西离开。只有那个带着绵柔口音的年轻女孩眼巴巴地看着赵建国，眼里满是忐忑不安。赵建国看了她一眼，沉吟片刻，开口：“陆望叔，你先回去反省，记住这次的教训。这次事件如果能顺利过去，你就没事；如果过不去……”我懂。对他而言，别的都不重要了，只要不被扣上共犯，内鬼的帽子就比什么都强。陆望叔回到家，刚换好鞋子，就看到客厅的灯亮着，他这才发现父亲依旧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手机，显然是一直在等他回家。他瞬间红了眼眶，心里又暖又委屈，快步走到父亲身边，坐下。中年男子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淡淡开口：“解决了。”算是解决了吧，应该还没完。陆望叔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原本的跟父亲说了一遍。中年男子听完，略微沉吟片刻，忽然笑了：“还真有意思，云海集团的齐家一脉，这次算是竹篮打水。”
水一场空了，倒也是好事。王氏地产那边的业主闹了好几天了，楼盘能自己盘活，总归是好的。你还笑，我都快吓死了！你都不知道，他们都怀疑这里面有内鬼，我差点就被当成共犯了。我要是真成了共犯，你也得跟着玩。玩不了，一点都玩不了。随即他又放缓语气，笑着低声安慰女儿：“这事儿根本经不起深究，你安心就好。”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发展，我的工作怕是都保不住了。而中年男子笑着站起身，缓缓开口：“这里面有利可图，就必然会有人下场摘桃子。之前没人动手，是碍于云海集团的脸面。现在有个胆大包天的年轻人，一脚把云海集团的脸面踩到了泥土里，他们自然就没那么多顾虑。王氏地产虽然低价卖了楼，亏了不少，但在生死危机面前，这点亏损根本不算是。那个小子，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已经把云海集团得罪死了。至于后续就是一切暂时恢复原状。云海血亏，王氏血赚，那个小子是亏是赚，就看他自己怎么想。这件事若不是机缘巧合，那背后必有惊人的算计。不过就算真是机缘巧合，能顺势而为，火中取桑，这个小子也绝对不简单。脑子灵活，做事不拘一缝，是个人才。你啊，只是被殃及的池鱼，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不许熬夜。另一边，陈阳租住的小区里，你在屋里等了半晌，始终没见警察上门，经理顿时心领神会。你点了份外卖，随便对付了2口，又刷了几个小时的手机，快速了解这个世界的相关信息，随后便早早躺下休息了。第二天一早，陈阳已经许久没有这般睡到自然醒，只觉得浑身神清气爽。洗漱完毕，他煮了碗面吃下，随手打开了电视，电视里正播放着早间新闻，画面里一切风平浪静，国泰民安，仿佛昨天那场席卷了银行、地产商的风波从未发生过。就在这时，青年男人正是雍城分行的行长赵建国。你好，我是胡光宇，认识一下。年轻人率先伸出手，他穿着一身合身的西装，笑容温润和雅，气度不凡。陈阳淡淡笑了，侧身邀请2人进屋。2人踏入屋内，看着这间陈设简陋的出租屋，反倒对陈阳更加好奇。能在闹出8000万的风波后，依旧如此淡定自若，他的底气到底是什么？2人心中既诧异，又暗自赞叹，同时也多了几分担忧。这般人物今天的交易谈判恐怕不会太顺利。坐，喝点什么？来杯白开水就行。话说到一半，他才反应过来，在这个简陋的出租屋里提咖啡之类的要求，无异于刁难人，当即收住了话头。陈阳扫了一眼旁边的水壶，顿了顿，起身从沙发边拿出2大瓶冰红茶，放在2人面前，笑着开口：“喝茶吧，聚会装更实惠，这也算茶。”赵建国看着面前的冰红茶，心里默默吐槽了一句：“这也算茶吗？”随即陷入了沉默。胡光宇倒是毫不在意，笑着接话：“我上学那会儿也最爱喝这个，倒是有些年头没碰过了。行，今天就喝这个。”陈阳心里也暗自点头。不得不说，比起云海集团齐玉民那种张扬的商二代，胡光宇要内敛成熟得多。2位来这里应该不只是为了喝冰红茶吧？我们是为了你手中那栋恒雅蓝轩的楼盘来。那栋楼是你用银行错转的8000万买的，就算流程合规，这笔钱本质上也属于非法所得。我们内部研究过了，既然出了错，那就尽量弥补。你买楼产生的合理收益，我们会折算成款项打给你。这件事就此翻篇，你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也不用坐牢。但那栋楼必须归还给银行。这个方案该没什么好说的吧？那这样吧，我来弥补这个窟窿，楼归我，我找人给你们凑齐8000万，事情不也一样解决了，不是吗？赵建国闻言瞬间陷入了沉默。好了，赵叔，您就别在这儿试探了。陈兄弟又不傻，1年后市值能到1个半亿的楼，怎么可能就这么拱手让给你？再说了，这事儿真要追究下去，倒霉的可不止陈兄弟一个人。我这次来主要是帮您和刘叔叔解决麻烦，利润反倒在其次。现在咱们说白了，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既然都是为了弥补错误，解决这件事，那咱们就敞开天窗说亮话。说完，他转头看向陈阳：“陈兄弟，这件事牵扯到了云海集团，单靠雍城分行和总行的刘副行长根本顶不住这个压力。我家老爷子能扛住云海集团的压力。虽说这次是来帮刘叔和赵叔脱身的，但毕竟是得罪人的事。你说说你的条件吧，只要不过分，我都能做主。这才像话。你要是执意不肯放手，最终的结果只会是玉石俱焚。雍城分行受处分，总行的刘叔下台，你要坐牢。王耀祖拿不到后续贷款，房子继续烂尾，到头来还是便宜了云海集团。我对房子其实没什么兴趣，但我对欠账很感兴趣。这样，8000万，你们银行借我8000万，这栋楼就是你们的。等明年这个时候，楼盘盖完开售，市值15个亿，我借的这8000万也会连本带利全额偿还，相当于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们纯赚。不可能，不是我不相信你，可事实摆在眼前，你没有任何经商经历，借给你8000万，我怕到时候连8万都收不回来。这样，你也听听我的条件，1000万，我给你1000万，你把楼转给我，后续所有事情都跟你无关，相当于你纯赚1000万，怎么样？就凭一场意外，你就能从中取利，空手博取1000万身家，纯血赚。这事儿要搁我身上，钱都是次要，光这件事儿就能吹半辈子。1000万，陈阳在心里默默思索，这笔钱确实不少了，可这是赚来的钱，不是欠下的债，不算入系统积分，没有积分就换不了能改写人生的顶尖技术，没有技术，要这1000万有什么用？真去老老实实做生意，那才是傻不拉几，到头来他是亏得精光。2人就此僵持不下，显然都不满意对方提出的条件。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赵建国先伸手指向胡光宇，又转头指向陈阳，开口道：“你拿楼，陈小兄弟拿1000万。”见2人满脸莫名其妙，赵建国赶紧补充解释：“然后，重点是然后，陈小兄弟，你拿着这笔钱去置办一个产业，最好是那种听起来名头响亮又难以精准查验价值的产业，再拿着这个产业向我们银行做抵押贷款。”这手段听着合情合理，可实际操作起来根本没那么简单。正常情况下，就算是我本人借这个数，我也没胆子批你这笔贷款。可上面有刘副行长兜底，再往上还有胡少家的老爷子坐镇，这件事完全可以操作，只要做的不太明显，谁也挑不出半点毛病。但有一个重点，我必须提醒你，一旦这么操作，你就真的实打实欠了银行8000万。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抵押贷款合同
同，利息会非常高。如果你真能靠这笔钱撬动大规模的财富还好，要是只是做普通生意，我劝你3思而后行。到时候你赚的钱恐怕远远不够还利息，别玩砸了，最后真的把自己送进去了。放心，我有信心。还有，我补充一点，涉及这么大的款项，又是你这种特殊情况，我需要一定的保障，所以无论你要做什么生意，管账的人必须是我们银行指派的人。另外，为了防止你遇到危险，我们银行会为你安排2名保镖，工资由我们承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经营的生意出现大规模亏损，我们银行有权随时要求你提前全额还款。好家伙，陈阳不由得高看了赵建国一眼，管账的是银行的人，说白了就是钱没法乱花，必须走合理合规的经营用。这是唯一能让你合理合规拿到8000万的办法，你也别怨我防着你。要是这笔钱最后血本无归，或是你直接跑了，我下半辈子就彻底完了。行，我答应了。对他而言，这些条条框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月末结算，稳稳拿到8000系统积分，兑换顶尖黑科技，然后开启降维碾压巨亏本，绝不可能。他太清楚技术层面的降维打击是什么概念了。你出2，我王炸；你出3，我王炸。就算你出顺子，照样王炸。没错，老子手里全是王炸。这局根本不可能输。赵建国见他一口答应，也不再多言，当即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合同，紧接着还有抽出一张空白白纸。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事后变卦，我给你写一份承诺书，若是我们单方面变卦，我陪你一起坐牢。话音落下，他提笔刷刷刷，飞速写好承诺书，签上名字，按了手印，最后递给了陈阳。这东西千万注意，不能让我们之外的第2个人知道。你先看看内容，没问题的话，我就封装起来。等你贷款办完之后，必须把它原封不动还给我，中途绝对不能打开。我没法保证你会不会私自复印。你接过承诺书，仔细看了片刻，点了点头。可以封装吧。赵建国闻言点头，拿出一个特制的信封，将承诺书折叠好塞了进去，随即用胶水彻底封死。你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一种特殊的胶水，带着刺鼻的气味。寻常办法根本不可能在不破坏信封表层的情况下，把里面的承诺书取出来。好了，签字吧。他把拟好的合同推到了你面前，你拿起笔，刷刷刷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和胡光宇互相按下了手印。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两人走后，你眉头微微皱起，自己这一番操作，算是把云海集团得罪得死死的。你的前身本就是云海集团的员工，对这家企业再了解不过。云海集团绝非什么小企业，而是横跨多个行业、市值数百亿的大型集团，更是国内民营企业500强。它的核心主业是饮品赛道，主打矿泉水、果味汽水与各类果汁。除此之外，还布局了保健食品、罐头、休闲零食、方便面、自热锅等多条食品生产线。你的前身正是云海集团食品板块的技术研发人员，专门负责方便休闲类食品的研发工作。你还记得前身刚入职那会儿，云海集团曾贸然进军乳业、金融等领域，结果亏得血本无归，集团市值近乎腰斩，直至近些年才慢慢恢复元气。而这次贸然插手房地产行业，必然是以7家1卖为首的集团高管拍板定下的决策。房价越炒越高，早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接连出台调控政策，各方围追堵截，全力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房地产行业已经算得上是夕阳产业，这个时候贸然插一手，要么是脑子不清醒，要么就是想趁着行业最后的狂欢狠狠捞一笔。想到王氏地产的遭遇，再结合云海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陈阳瞬间心有所悟，恐怕是后者。不过既然已经把云海集团得罪死了，那就绝不能坐以待毙，等着别人找上门来找麻烦，从来不是他的风格。他要先下手为强。他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了系统商城里那几项价格最低的技术上：减健康水质提升技术5000积分，系统评价要我说不如买基因净化液；减食品与饮品配方优化技术5000积分，系统评价这个好这个好，摆烂人生，享受美好生活。若是买下这2项技术，吊打云海集团还不跟玩一样？不止云海，就算是世界级的饮料品牌也照样能打。区区一个云海集团，不过是池鱼之殃，顺手就能拍死在岸上，就这么定了。陈阳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拿出手机看了看余额里的1000万，翻找片刻，拨通了一个老同学的电话。喂，刚子，我听说你们老家是有名的长寿之乡，水质养人，还有一片未开发的天然水源地。我最近失业了，准备自己创业，想去你们那边逛逛。行，不用你请假，到时候抽空陪我转转就行。好，就说定了，我现在订票过去，中午见。1个多小时后，陈阳不紧不慢地收拾好行李，打开房门。可这门一开，他当场愣了，门外竟然站着4个人，其中一个壮汉正抬起手准备敲门，双方四目相对，都吓了一跳。我去！看到眼前2个身形彪悍的彪形大汉，他下意识后撤一步，这才看清了几人身后站着的赵建国。邵行长，您这是做什么？赵建国也被突然打开的门吓了一跳，正要开口，却一眼看到了陈阳背上的双肩包，脸上瞬间露出了狐疑的神色。你这是要去哪儿？也由不得他不狐疑。现在事情办完，全世界最亏的人，除了云海集团，就是他赵建国。当初为了在胡公子面前表现一把，他主动揽下了后续所有事，还给陈阳写了那份承诺书。当时一门心思想着正表现，可回去之后，他越想越后怕。为了一时的表现，给人留下了一份能让自己把牢底坐穿的证据，到底值不值？他越想越坐不住，连忙动用关系，找了2个身手过硬的退伍兵当保镖，又亲自挑选了靠谱的会计，火急火燎的赶了过来，为的就是以防万一。结果刚到门口，就撞见了背着行李，明显要出门的陈阳。他第一反应就是这小子要跑路。你不想要那8000万了？要啊！看着赵建国这副如
如临大敌的样子，你瞬间就明白了过来，一脸无语的开口：“这就是你找来的保镖和管账的？”我说你这也太急了吧，钱都还没到手呢，你就把人带过来了？我沟里这些钱是我自己，还轮不到你们来管账。哼！赵建国暗地里长长松了一口气，脸上挤出笑容，开口：“反正也就几天的事儿了，等你确定好要做的项目，做好前置准备，随时可以提交贷款申请，申请了就立刻批款。他们都是拿固定工资的，来早来晚都要付一样的钱，这不是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吗？”我信你个鬼！你分明是为了保障你那份承诺书的安全吧？我约了老同学要去他老家那边考察项目，要是合适，很快就能定下来。我不会跑路的，你就别下担心了，我可比你着急多了。带着他们一起去吧，安全又方便，不光有人照顾，有什么累活脏活都能交给他们。说着，他伸手指向了站在自己身侧的第4个人，一个年轻姑娘。你抬头看去，姑娘梳着长发，脸蛋还有些婴儿肥，穿着一身合身的职业装，青春靓丽，面容姣好，惊艳却不落俗套，属于越看越耐看的类型。妥妥的美女，让这么个娇滴滴的姑娘干脏活累活。老赵这是在搞打击报复吧？你心里暗自纳闷的姑娘也抬起了头，大大的眼睛里满是好奇，还藏着一丝压不住的恼怒。你好，我叫陆望舒，以后就是你的秘书兼助理兼财务兼生活管家。我们行长交代了一句话，寸步不离，希望你能接受。熟悉的绵柔口音响起，陆望舒心里暗自恼火，这话故意说的硬邦邦的，就是想让你拒绝这份安排。他可不想干这种贴身看管的差事，可奈何这笔错款是他亲手转出去的，赵建国当场就指定了他来负责，他根本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辞职不干了不行，陆望舒心里飞速盘算着，做错事就逃避跑路，回家老爸能连着说教好几年，而且这事一旦传出去，自己就彻底完犊子了，在亲朋好友、好闺蜜面前根本抬不起头，铁定要被笑话好几年。那谁你们知道吧？在银行上班，打错了8000万的款，直接辞职跑了。光是脑补出这话，他都觉得头皮发麻。深吸一口气，陆望舒盯着眼前的陈阳，眨巴着眼睛，心里也忍不住泛起了好奇。自己不过是手滑打错了一笔款，眼前这个年轻人却靠着这笔钱做出了一番惊天操作，连自家眼高于顶的老爸都亲口说他是个人才。这么年轻，他脑子怎么就这么好使？而且他哪来的这么大胆子？难道这世上真有抓住机会就敢奋不顾身的人？他不会犹豫吗？不会迟疑吗？不会踌躇不定吗？为什么他能这么果断一步踏错？那可就真的要坐牢了。就在他满心好奇之际，陈阳听着这熟悉又极具辨识度的绵柔口音，瞬间恍然大悟，打错钱的那个就是你啊！陆望舒的脸瞬间黑了下来。赵建国在旁边哼哼了2声，幸灾乐祸的接话：“没错，就是他，这种祖宗还是祸害别人去吧。我们本行庙小，个个都有心脏病，实在受不得这种惊吓。你让他来帮我管账，你就不怕他回头再给我整破产了？绝对不会。”他面色微变，心里也忍不住暗自嘀咕了2句，面上却依旧强撑着笑容开口：“他调来我们行的时候，我看过他的资料，名牌大学毕业，会计专业科班出身，专业证书一应俱全。以前我都不敢相信这种人才会来我们这种小地方，毕竟他就算去大投行、4大行，人家也绝对不会拒绝。如今想想，这简直就是上天为你陈修部准备的人才啊！你是出谋划策的谋士，他是能征善战的猛将，你俩简直是绝配。”赵建国心里暗暗琢磨着，只要把人定在陈阳身边，既能看住人看住钱，又能把这个烫手山芋甩出去，简直是一举两得。陈阳心里暗自嘀咕，怪不得拿着这么漂亮的简历会来我们这种小分行，感情是专业学问靠谱，人不靠谱，要不还是换个人算了。可转念又一想，人都已经带来了，就算真出点小差错，应该也在可控范围内。再说了，赵建国这个奸诈之徒都敢把人塞过来，自己没道理拿捏不住。这般想着，陈阳也不再跟赵建国客套。陈兄弟，那就这么定了，你要去做什么，就带着他们3个一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王刚，这位是郑强，都是今年刚退役的军中好手，绝对能保证你的安全。说是保证安全，实际不就是想告诉我绝对跑不掉是吧？陈阳心里默默吐槽着。行，那就他们吧，无非就是多几张嘴吃饭，多买几张车票，多安排2张床而已。那就跟着我吧。那老弟你先忙，我就先回去了。胡公子和王老板谈生意，这时候也该结束了，我得过去送送。赵建国打了声招呼，就匆匆忙忙离开了。陈阳听到这个消息，微微一怔，这位胡公子怕是要两头吃，怪不得当初那么豪爽，直接就给自己转了1000万，转头在王耀祖那里怕是也得捞不少好处。不过转念想想也正常，平白无故要得罪云海集团，光是自己这几千万的利润，人家还真未必犯得着。虽说这次是为了救他自己手下的人，可王耀祖能度过这次生死危机，全靠人家扛住了压力，付出一些未来的利润，倒也无可厚非。走吧。出发。雍城金江新区的核心商圈云海集团大厦巍然屹立于此，和遍布整个东江省，甚至延伸到省外的各大生产工厂不同，云海集团大厦不负责具体生产，而是统筹整个集团的销售、渠道网络、金融布局等核心业务。云海集团的创始人是已经过世的齐云海，曾经的云海集团是完完全全的齐家家族企业，整个集团都由齐家一手掌控。只是前几年齐云海去世后，集团由他的大儿子接手，这位齐家大公子野心极大，不仅斥巨资修建了这座云海大厦，还大举引入金融圈的资本，意图进军金融业、畜牧业等全新赛道。只可惜步子迈得太大，仅仅2-3年时间，云海集团在多个新行业接连遭遇惨败，集团资产直接腰斩。虽然后续通过上市、股权拆分与多轮融资，云海集团慢慢缓过了元气，可如今的云海集团早已不再是齐家说了算，齐家更像是个摆在台面上的吉祥物，手里掌握的股权不足15%，剩下的股权大多分散在各大资本手中。齐家老大虽然名义上还是集团董事长，可实际上早已被彻底架空。如今云海集团的总裁是职业经理人范文平，范文平是个40多岁的男人，正值壮年，曾在多家知名企业担任高管，因能力
力极为突出，被各大资本合力挖来，出任云海集团总裁。年轻热情，行事谨慎，富有朝气与干劲，能力出众，眼光卓越，具备极强的大局观，这是各大猎头公司对他的统一评价。出任云海集团总裁后，他借着背后资本的支持，仅用短短2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集团内部的拆分与重组，落地了大规模裁员与骨干团队精炼化，更是借着这次内部调整，彻底架空了董事长的权力。不得不说，这个人的能力极强，手握资本的信任，又收获了核心员工的支持。如今的范文平在云海集团内部一言九鼎，权势如同当年的创始人齐云海。此时，云海集团的高层内部会议正在召开，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正播放着整件事的前后经过，以文字图片结合的形式，把事件的前因后果完完整整摆在了所有参会人面前。身穿正装的张婉宁淡淡开口：“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虽然我从一开始就不赞同集团涉入早已近乎夕阳的房地产行业，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我们就绝不能任由云海集团的脸面被人这么踩在地上。这件事一旦传开，会直接导致资本市场对我们的评级下调。这件事，希望齐家的各位以及在座的诸位能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张婉宁主管，你的话太多了。坐在下方的齐宇明突然开口，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是我的话太多了吗？他冷艳的面孔上毫无多余表情，冷冷回怼：“没有能力就不要贸然做事，多做多错，只会把集团的脸面丢尽。我这句话，齐主管觉得有问题吗？”齐宇明瞬间大怒，猛地勃然起身，坐在主位的范文平抬手摆了摆，沉声开口：“好了，坐下，不要吵。现在我要的是解决方案。”坐在次席的齐家老大，也就是云海集团现任董事长齐瑞华，也跟着开口劝道：“宇明，听话，坐下。”下方的一众参会高管都暗暗松了口气，高层之间的派系斗争让他们全程倍感压力。总行那边的朋友已经传来了消息，上面有人施加了压力。周副行长说他无能为力。根据我们的调查，是咱们东江省主管金融经济的那位大佬亲自打了招呼。资本那边能不能出面调解一二，已经不可能了。有些事情不只涉及表面的利益，深处还牵扯了更多层面的东西。只能说这次是阴差阳错，被人钻了空子。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就这么放弃了？是报复吗？就因为一个女，这报复未免也太狠了点吧？从今往后，齐家对云海集团的掌控力又要降一个增阶了，全都是你害的。他在心里疯狂暗骂，恨不得现在就冲回去，把那个撺掇自己入局地产的女人狠狠抽一顿。不放弃，不放弃还能有什么办法？咱们这片地窖自古就讲人情，讲规矩，资本那套横冲直撞的玩法，在这里没那么好使。一位有着海归背景的高管神色淡漠的开口：“好了，区区一个王氏地产，我们的投入损失虽然不小，但还在集团的可承受范围内。只要是投资，就没有绝对稳妥的说法。这件事在做之前，你们就该想好失败的后果。现在这个结果本就该有心理准备。现在唯一的意外因素，只是那个叫陈阳的小人物。我们云海集团不是输不起，而是不能输给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徒，还是个被我们集团开除出去的前员工。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好好想想，怎么才能挽回集团的脸面，不让资本市场对我们的评级下调。”此言一出，会议室瞬间陷入了死寂。正如范文平所说，做生意有输有赢本就正常，可输给一个无名小卒，就不只是恼火的问题，更关乎集团的脸面能不能保住，资本市场的评级能不能稳住。你说这是意外，外人总得信才行。现在要做的，要么是把流言控制在可控范围内，让外界知道云海集团输的不丢人，要么就是让外界知道云海集团不是谁都能惹的，动了集团的蛋糕就要付出代价。好了，散会。谁想到了解决这方案，直接到我办公室找我。他和董事长齐瑞华刚走出会议室，原本死寂的会议室瞬间就闹哄哄起来，一众高管围在一起议论纷纷。难搞啊！从资料上看，那小子是真他光棍，刚被咱们开除，据说身上还有病，想报复他都难。是啊，太光棍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想针对他都找不到下手的地方。要不把这件事背后的内情全爆出去？你疯了！这种事儿只能私下里聊聊，你也不想想这里面牵扯了多少人。只要上面的大佬不出事，你这么做跟在灵山脚下踹和尚有什么区别？纯属找挨死。说的没错，这件事根本扳不倒任何人家那边又没什么实际损，真传出，咱们反倒成了全行业的大笑话。被自家公司踢出去的人摆了这么大一道，脸往哪儿搁？实在不行，只能用老办法了，吹他倒也是个法子。只要把他吹得够神够厉害，咱们输的就不丢人。我看不现实，以往咱们吹的都是大机构大集团，这单个的人怎么吹？说他孔明在职也得有人信啊，确实有点玄乎了。不过不只是吹起来玄乎，这人的这一番操作，我仔细琢磨了琢磨，也挺离谱的。你才反应过来，刚才看 PPT 的时候，我直接目瞪口呆，整个人都是懵的，到现在脑瓜子还嗡嗡的。这种人才，当初是谁做主把他开除的？这操作简直离谱到家了。另一边，总裁办公室内，范文平一屁股坐在办公椅上，让秘书进来倒了杯茶，随即抬手扶着额头，轻轻揉捏着发胀的眉心，满心无奈。这叫什么事啊？其他高管能想到的办法，他自然早就想到了，只是那些办法，要么是根本无法落地实行，要么是真实行了，只会闹得更离谱。在生意场上，这种吹嘘对手的法子本就广为流传，双方商战，落败的一方往往会大肆吹嘘对手的实力，一来能让赢的一方显得大气有格局，二来也能给自己找好台阶下。不是我方实力弱，是对方实在太强，最后还相当于隐晦的向对方低头求饶，给足对方面子，让这件事就此翻篇。虽说商场如战场，可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生意场上的争斗本质上都是为了利益，输了就放弃对应的利益，也没必要就此结下死仇，毕竟钱是赚不完的，后续说不定还有合作的机会。真要斗过
你死我活，在商场上太少见了，也根本没法长久的立足下去。总裁办公室里，秘书忽然上前，低声开口：“总裁，方便休闲食品开发技术部的主管说，他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正在外面等候。”范文平有些意外，随即开口：“我记得陈阳之前就是这个技术部的吧？当初也是他做主开除的人，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能拿出什么办法。”秘书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这年轻人身材笔挺，衣着干练，脸上满是胸有成竹的自信，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范文平心里却泛起了嘀咕，他没想到能坐上主管位置的人年纪这么轻，还不是齐家的人，难道公司里还有没被发掘的奇才？还是说是自己以前疏于管理，才让陈阳那等顶尖谋士白白流失，反倒让眼前这等庸才占了位置？范文平心里暗暗琢磨，只觉得是时候给整个集团来一次全面的人才大摸底了。自从看了陈阳那番离谱到极致的操作之后，他再看以往那些朴实无华的商战手段，只觉得有些不堪入眼。以前看三国，他总觉得里面的智谋是后人美化夸大的，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人的智慧再高，也不可能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今天发生的这一切，让他突然觉得自己该重新翻一遍三国了。陈阳那一手火中取栗，合纵连横，算是给他结结实实上了一课。总裁好，他这副模样，反倒让范文平越发期待起来。听秘书说，你有解决这件事的办法，什么办法尽管说，无论可行不可行，我都不会怪你。谢谢总裁。好了，说吧。年轻人闻言颇为激动，先是躬身道歉，开口：“抱歉，总裁，陈阳是我点头开除的。他当时身上有病，我怕他长期高强度工作会给公司造成意外损失，才做了这个决定。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深感责任重大，愧对公司的信任。毕竟他是从我手底下出去的人，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给公司带来了这么巨大的损失，他简直太可恨了。亏得我们当初还给了他超额的裁员补偿，也正因为他是从我这里出去的，事情刚发生，我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立刻安排人去调查。据我查到的信息，他早在员工私人群聊里就透露过想买烂尾楼的想法。咱们针对王氏地产的计划，知道的人不在少数，肯定是有人泄密了。我们完全可以用盗取商业机密的名义，把他和泄密的人一起送进监狱。不可行，知道这件事的人本来就不在少数，而且说到底，这只是齐家用自己的面子针对王氏地产的商业布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核心机密，盗取商业机密的罪名根本不成立。那年轻人闻言，眼神闪烁了一下，又立刻开口：“总裁，我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他去了下面魏县的月明湖，他本就身体有病，若是有人趁没人的时候推他一把……他去了别的地方，你也知道，你找人跟踪他了。”年轻人摇了摇头，范文平刚暗自松了口气，谁知年轻人却笑了起来，继续说道：“我有他的全部资料，知道他的住址，早就找了5个人跟着他了。现在只要总裁您一声令下，那5个人就能找个人少的地方，一把将他推进湖里，神不知鬼不觉，绝对不会有人怀疑到咱们云海集团头上。这样一来，不光能给他一个血的教训，那些心思通透的人自然也不敢再瞧不起咱们云海集团。”砰！范文平骤然拍桌起身，范文平一把狠狠拍在办公桌上：“你他妈给我滚出去！”脸色涨得通红，对着年轻人厉声怒吼。年轻人当场愣住，站在原地手足无措，完全没反应过来。滚呐！年轻人瞬间被吓破了胆，手忙脚乱地转身跑出了办公室。门外的秘书听到里面的动静，吓得魂都快没了，赶紧快步跑了进来。给我查清楚是谁招他进来的，他是谁的人，他手底下还有哪些人，是不是齐家的人？是不是？他妈了个巴子的，开除，全部开除！是总裁。滚！秘书闻言不敢耽搁，赶紧应声退了出去。范文平粗重地喘息了半天，依旧压不住心头的火气。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拿起桌上的水杯，想喝口水压一压，又气得一把将水杯狠狠砸在地上，玻璃杯瞬间碎裂一地。早就听说齐家做事路子黑，没想到居然黑到这个地步。老子是来当职业经理人的，他妈居然想让老子沾黑社会的脏事儿！奶奶的，这是明摆着想拉老子下水！范文平越想越气，越想越后怕。幸亏刚才他没说谁能解决问题就重奖谁，而是要具体的解决方案。这要是换个说法，那小子8成已经把陈阳推湖里了，到时候自己岂不是成了幕后主使？想到这里，他惊出了一身冷汗，连忙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出去。喂，张婉宁主管，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我发现了一些事情，咱们公司内部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可能还有一轮裁员的工作需要你配合推进。电话挂断后，范文平一屁股坐回椅子上，用力揉着发胀的脑袋，满心无语的暗骂：他妈了个巴子的，这都招的什么人啊？公司又不是你家开的，一个打工的，一年才几个钱，居然敢拿命去拼，齐家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